世界上最离谱的10大盗窃案，从盗窃军事基地的坦克，到一整栋房子，甚至是一座山被偷。这些离奇的案件，可以说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了家。那么，话不多说，跟着阿军开启今天的影片。第10名，狂飙的坦克。或许你听说过不少偷车的，但偷坦克绝对是活久见的一幕。这哥们名叫肖恩·尼尔森，是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。他完成了从加利福尼亚国民警卫队军械库偷走了一辆 M60 8吨坦克的壮举。他是如何从军事重地偷走坦克的呢？要知道，那里周围有2米多高的栅栏网，顶部有施加高压电的铁丝，更别提现场荷枪实弹的军事人员了。就在1995年5月17日晚上，由于基地人员工作疏忽，军械库的大门未加锁。尼尔森在18点30分毫无阻碍地开车进入了场地，他连续破开了3辆坦克的锁，并启动了 M60A3。18点45分，他撞开大门，在圣地亚哥的城市中穿行，市民都目睹了这一惊悚时刻。要知道，这是一辆长10米、满载重量超过57吨的巨物，即便坦克没有弹药，任何车辆也无法阻止这个钢铁巨兽。在尼尔森开车横穿街道的过程中，他摧毁了车辆，压碎了路灯柱，并冲破了路障。幸运的是，没有人受到严重伤害。随后警察出动，超过4辆警车，想方设法对其进行逼停，结果自然是无用的。随后警方想过联络海军陆战队，使用攻击直升机破坏坦克，但考虑反坦克弹可能会对周围的平民或建筑造成重大损失，这一想法落空了。随后他继续横冲直撞，直到被163号国道的混凝土护栏卡住，并失去了一条履带后停住了。随后警察趁机用断线钳打开舱口，令其投降，但尼尔森拒绝了，并继续发动坦克。随后警察只能扣动扳机，尼尔森现实版的罪恶都市再也无法复活了。第9名，房子没了。我们都会担心自己家里的财物被小偷光顾，但如果小偷带走了你整栋房子呢？2021年在英国卢顿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。房主名叫麦克·霍尔，是一位牧师，他暂时离开了位于卢顿的家，前往北威尔士上班。8月时，他突然接到邻居的电话，告诉他们看到有人闯进他家里。霍尔忧心忡忡地赶回卢顿，却发现他的前门钥匙无法开门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陌生人打开了门，霍尔强行冲了进去。里面的场景让他大吃一惊，牧师发现他的房子被洗劫一空，墙上的石膏被包得干干净净。原来那个陌生人是一个建筑工人，正在装修他的房子。他想要一个解释，因为他并没有呼叫任何装修服务。这时另一个人出现了，告诉困惑的牧师，这栋房子是他的，而牧师才是侵入者。原来在霍尔外出期间，小偷通过窗户闯入了他的家，并更换了锁。然后这个狡猾的骗子使用了假驾照来冒充这位牧师，以他的名字开了一个假银行账户，并以牧师的名义出售房屋。他要求中介以 13.1万英镑的低价出售房子，该价格远低于市场价格，以便快速出售。结果新的业主现在合法拥有了这个房子，警方也无能为力。截至现在，案件仍在进行中，没有人被逮捕，新业主仍然拒绝将房子归还给原房主。第8名，消失的学校。回想当年上学的日子，我们曾经或许都幻想过学校能突然消失，但这个幻想在南非开普敦的乌泽克中学的学生来说成真了。这个故事始于2019年，周围被犯罪团伙接管，人们受到威胁，学校成为严重破坏的目标。学校雇佣了保安，但被罪犯们赶走，将该地区变成了战区，教职工和学生经常被卷入交火中。此后，为学校用于修复的资金迅速枯竭，导致学校逐渐恶化，最终完全关闭。在过去，这所学校曾经有展示厅、
餐厅和5个教室板块。从那时起，小偷们逐砖拆除了建筑，只留了一片残骸。在谷歌地球上随便一搜，你就会看到这所学校在短短6个月内如何消失。从窗户、电线、管道到黑板，一切都被掠夺一空。有传言说，他们每块砖卖了31美分，每个窗户卖了6.23美元。所以，我们应该庆幸自己生在了一个没有战乱的国度。第7名，巨型硬币。通常硬币在货币中都是充当零钱的角色，然而在加拿大有这样一枚硬币，不，应该说一坨硬币更恰当。它厚4厘米，直径53厘米，相当于2个晚餐盘的大小，由24K 纯金打造，重达10公斤，价值达430万美元。一侧展示了伊丽莎白2世女王，另一面则是加拿大的国徽枫叶，因此得名大枫叶金币。由加拿大皇家铸币厂在2007年发行，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金币，直到2011年被一枚重达1吨的澳大利亚硬币打破。不过在2017年，大枫叶被偷了。它在柏林的博德博物馆展出时，一天晚上4个盗贼完成了他们的盗窃计划，其中3个人爬上了临近的火车轨道，他们用梯子作为临时桥梁，在保安的帮助下，通过3楼的窗户闯入博物馆。盗贼们随后打破了防弹玻璃橱窗，用手推车带走了硬币。你没听错，就是工地用的手推车而已。随后调查开始了，最终4个人都被逮捕了。警方在逃跑车辆和衣服上找到了金粒子，从而推断出硬币被切割或融化后再销售。还有一个线索来自于其中一名盗贼手机上的搜索记录，搜索了如何分解黄金碎片的信息。在法庭上，其中3人被判有罪并入狱，而第4人因证据不足无罪释放。第6名，狮身人面像。吉萨狮身人面像是埃及的标志性地标，它长73米，高20米，宽19米。尽管它非常著名，但没人完全确定是谁建造了狮身人面像。尽管大多数人认为是第4王朝的卡夫拉国王，这将把它的建造时间定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。但更大的谜团是它的鼻子。在历史的某个时刻，这个石像本该拥有一个1米宽的鼻子，直到它被故意凿掉，并在人像眼皮子底下被盗走。多年来，人们一直猜测它的鼻子发生了什么。比较流行的说法是，在1798年，拿破仑的士兵用大炮将它炸掉。然而，大多数考古学家对这个传说嗤之以鼻，因为在1737年，它与丹麦探险家弗雷德里克的绘画相矛盾，他描绘的雕像没有鼻子。另一个版本是，一位名叫阿尔达尔的穆斯林在1378年在人面像祭祀仪式中破坏了鼻子部分。不过这个理论也不对，因为研究表明鼻子是在公元3至10世纪之间被偷走的，所以阿尔达尔的故事晚了些。至今，狮身人面像的鼻子依然是未解之谜。第5名，琥珀屋。我们之前讲到过房子被盗走的事情，不过这一个是房间被盗，这可不是普通的房间，而是被誉为世界第8大奇迹的琥珀屋。整个墙体都是由琥珀和钻石等名贵珠宝镶嵌而成，价值不菲。现代估价在1.45亿到2.9亿美元之间。最初由德国巴洛克雕塑家安德烈亚斯·施吕特于1701年为普鲁士皇家宫廷打造，总共消耗6.6吨琥珀。最终，它在柏林城市宫展出，属于普鲁士帝国，也就是如今的德国。1716年，威廉一世将这个房间赠予彼得大帝，作为2国友谊的象征。到1755年，琥珀屋被运往俄罗斯的列宁格勒凯瑟琳宫，直到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，毁了这一切。1941年，德军席卷俄罗斯，直捣列宁格勒。凯瑟琳宫的馆长们试图用普通壁纸将琥珀屋隐藏起来，但他们的计划失败了。入侵士兵洗劫了宫殿，
在36小时内将房间拆得精光，墙壁被装进板条箱，运往科尼斯堡城堡，在那重组了房间。德国政府认为，既然房间是德国制造的，它就该属于德国。然而，琥珀屋的命运依然坎坷。1944年，英国皇家空军轰炸了科尼斯堡，琥珀屋因此可能被炸毁。虽然原作可能已永远消失，但这个故事却未终结。1979年，苏联委托复制琥珀屋，包括所有细致入微的镶嵌细节。经过24年的努力，在部分德国资金的支持下，这个项目以1100万美元的费用完成。第4名，帝国大厦。可能你有听说过偷手机、珠宝、现金的，但一整栋大厦听说过吗？而且还不是普通的大楼，而是美国最具标志性的帝国大厦。难道这座427米高的大楼就这样被移走了？其实说是诈骗更贴切一些，他们通过文书工作的魔力偷走了它。在2008年，纽约日报实施了这场惊天诈骗。记者向市政办公室提交了假文档，企图将帝国大厦转移到手中。仅仅90分钟后，帝国大厦就合法转让给了报社虚构的 Nalets 公司。不过，他们并不是打算骗来自己住的。第二天，他们就把20亿美元的大楼归还给了原所有者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主要是为了证明该市登记处的明显缺陷。办事员并不会仔细核对信息，导致了城市记录契约、抵押等交易方式的混乱。虽然他们目的是好的，不过如果放在国内，这算不算诈骗呢？第3名，波音727。在2023年5月23日，在安哥拉卢安达的机场跑道上，这架波音727在没有任何飞行许可的情况下飞走了，然后就再也找不到了。对此，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寻找了多年，就连一个零件都没找着。当时案件执行者只有2人，一个是美国飞行员帕蒂拉，还有一个是来自刚果的机修师穆坦图。由于这是一架25岁高龄的飞机，会有许多翻新工作，恰好这2人在之前几个月里一直参与其中，所以对该飞机十分熟悉。由于这架飞机有足够的燃料，至少可以飞行2400公里，所以这是很大的搜索半径。目前关于它的猜测，最大可能是已经坠入了大西洋，故此才这么多年一直找不到。第2名，恐龙骨架。佛罗里达向来人才辈出，2012年，当地发生了一件离谱的盗窃案。他名叫埃里克·普罗科皮，从蒙古国偷走了一整个特暴龙骨架。因为骨架实在太大，为了能顺利偷走，他拆分成了小块，然后先飞到英国，接着又飞去美国，然后开了场拍卖会，以超过100万美元的价格卖出。关键购买者还是老少皆知的好莱坞明星尼古拉斯·凯奇。凯奇也是因为喜欢收藏奇怪物品而负债累累的。然而，当蒙古国了解到事情来龙去脉后，他们阻止了销售。所以，埃里克还没收到钱，就因盗窃文物罪被逮捕了，并因此关了3个月。最终，在美国警方劝说下，凯奇还是把骨架归还了蒙古国。第1名，偷山。这是现实版的愚公移山，哦不，应该是偷山。在印度东部胡姆塔村，当地人经常聚集起来，偷取附近的胡姆塔帕哈德的山，山体几乎1/3都消失了。当地人将岩石卖给房地产开发商，获取为数不多的收入糊口。虽然这是非法的，但当局也只能装作没看到。因为当地没办法给村民提供就业机会，所以他们每天11个小时都泡在山峰上采掘。所以，只要工作一直得不到解决，那么这座山就得不停被掏心掏肺。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了。你觉得排第几的最离谱呢？或者你还见过什么离谱的盗窃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大家。如果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、订阅支持阿军。那么，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